歡迎大家嚟到行雲雜記呢個 channel，會分享關於東方歷史文化藝術嘅大小事，唔想錯過就記得訂閱我哋啦。宮裡的夜那麼冷，那麼長，每一秒怎麼熬過來的，我都不敢想。唔使苦惱，我哋一齊睇下仇英所畫嘅《漢宮春曉》，了解古代娘娘嘅宮廷生活。最後仲會根據畫家細節嘅畫作，嘗試喺眾多嘅博物館收藏中揾出與之相似嘅實體文物。而究竟似唔似，就一齊睇落去啦。仇英係明代嘅畫家，同唐伯虎、文徵明、沈周合稱為五門四家。佢早年係一名漆工，幫人為建築畫上彩繪，後嚟得到周臣嘅賞識，收為徒弟學畫。唐人唐伯虎都係佢嘅同門。再後嚟，佢遇上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，十分欣賞佢嘅才華，並邀請佢到家中臨摹古代名畫。亦都因為咁，仇英得以欣賞學習歷代書畫，畫藝大進。而佢嘅仿作幾可亂真，其中嘅臨摹作品就有《清明上河圖》。而仇英喺蘇州嘅時候，結識咗好多當代名家，又得到文徵明嘅器重，漸漸走入文人畫嘅圈子。而佢嘅畫得到官宦富豪嘅追捧，賣到好高嘅價錢。而呢一幅《漢宮春曉》，根據項元汴嘅標注就價值200金。《漢宮春曉》而家收藏喺台北故宮博物院，以春日晨曦中嘅漢代宮廷為題，描繪嘅係宮中妃嬪們嘅生活。不過有趣嘅係，雖然以漢宮為題，但係當中嘅人物服飾係穿着唐代服飾，而家具就係明代嘅。而當我哋走入宮場，最先見到嘅就係兩名侍女同一個男童喺祠堂邊觀鳥賞魚，而佢哋後面居然有2隻孔雀，仲有侍女餵食緊添。喺古代，孔雀有吉祥、高貴、美好嘅寓意，係受皇宮貴族歡迎嘅寵物。而空曠嘅院落有假山奇石嘅裝飾，有侍女淨係悉心打理花草，旁邊有侍女喺樹下折花枝。唐詩都有話：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妃嬪們當然係不負好時光噶啦。仲有一個有趣嘅地方，就係畫家將兩位裝扮嘅侍女畫喺同一個畫面。貪靚係女士們嘅天性，但係珠釵定係鮮花就各有所愛啦。而中意熱鬧嘅，亦都不妨嚟返場音樂會。展現才藝嘅時候到啦，彈琴跳舞一樣都唔能夠少。至於冇咩才藝嘅，專心食嘢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喺古代當然就冇得煲劇啦，不過可以煲書打發時間。唔知佢哋睇緊咩，睇得咁入神呢？喺花園仲有一群女人圍埋一齊，地下一堆花草，你又估唔估到佢哋做緊乜嘢呢？唔係乜嘢滿懷心事嘅占卜大會，而係佢哋玩緊鬥草。鬥草係古代流行嘅一種遊戲。有唔同嘅玩法，第一種係大家會各自採集花草，然後交叉成十字，用力拉扯，先斷開嘅人就輸。而第二種就係喺限時之內採集最多嘅花草種類。第三種玩法，除咗係鬥種類之外，仲要講求花草名目嘅對象，例如係觀音樓對羅漢松、長春對半夏等等。李白亦都喺清平樂嘅詞中寫到一句：金庭春晝，恩雨披新袖，百草巧求花下鬥，只道珠璣滿斗。鬥草係男女老少都會玩嘅玩意，而且仲可以加入賭注，增加刺激感添。而打發時間又點少得捉翻盤棋呢？唐代李遠就一句詩：青山不厭三杯酒，長日為宵一局棋。一局棋捉一日就算啦，如果棋逢敵手，仲要好似杜筍鶴咁，當局到深更。雖然女子係貪靚，但係有時候太投入棋局，或者會好似宋代劉遠對弈嘅女客一樣，
投入到連頭上嘅簪釵都亂咗，將手上嘅手串又除又戴都全然不覺，心思都係放入一盤棋局裏面，謹慎思考住每一步棋。而劉遠面對女子嘅執着，恐怕就要輸棋啦。不過諗落娘娘們捉棋都只係為咗打發時間，應該不至於有損儀容端莊嘅執着吧。如果對圍棋嘅古物有興趣，不妨重溫呢條影片，8分鐘帶大家欣賞42件圍棋古物。而世界上有2樣嘢嘅魅力係無人阻擋嘅，一係嬰兒，二係貓咪，所以大人棄嬰，小孩棄貓，非常合理。而呢個畫面，唔知你會唔會覺得有啲熟悉呢？亦都算係對唐代張軒《賭練圖》嘅致敬。古代女子都心靈手巧，做針子刺繡都係家常便飯。而呢位侍女彈奏緊嘅係箜篌，由漢代嘅西域傳入，可以理解為中式嘅豎琴。而最後畫中嘅呢一幕，或者記載嘅係一段漢宮故事。西漢元帝後宮佳麗眾多，會命令畫工無言授畫圖，再按圖照漢服侍。所以人人都賄賂畫工，想要畫靚啲，美圖秀秀一下，畫得唔靚又點吸引到皇上傳召呢？雖然漢代冇照片，但係圖片可能都係有嘅。不過唯獨有一個人唔願意賄賂畫工，而佢就係著名嘅昭君出塞嘅主角王昭君啊，白白令元帝睇漏眼，錯過一位美人。而剛才已經同大家欣賞過一次畫中嘅人物活動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到畫中嘅一啲器物呢？嘗試喺眾多嘅博物館收藏入邊揾出當中與之相似嘅實體文物，大家不妨估下係按照畫中邊一件器物物運相似呢？第一件係獸面紋釉。釉係古時嘅酒器，而呢一個容量應該比得上而家嘅2支白酒。而你覺得同呢位侍女手上嘅拎住嘅又似唔似呢？第二件係墩，係青銅食器兼禮器，用嚟裝飯食，外形好似隻蛋咁。墩嘅外形大多都係圓圓地、肥肥地，所以都有寫作呢個墩字。喺上古漢語有圓嘅意思。畫中放喺墩隔籬嘅仲有3足歷色爐同長頸瓶，背面仲放住一方硯台添。而呢個獸面紋樽同陶瓷就係參考表演彈奏侍女後面擺放嘅擺設。樽係古時盛酒嘅器皿，其實粵語會話一個樽、花樽、一樽酒嘅樽字就係源自青銅器，保留咗古漢語嘅用法。而呢個溫酒注壺揾唔到金屬材質嘅文物，不過有一件白瓷材質嘅，與之外形上都頗為相似。最後大家認為呢位侍女手上拎住嘅係咩呢？歡迎留言你嘅諗法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想請你幫忙讚好同分享呢條影片。如果你對東方藝術文化歷史嘅內容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。下一集繼續同大家一齊睇文物聽故事，不見不散。